来自安徽芜湖的小伙阿乐娶了个美丽聪慧的老挝媳妇，大家伙叫她阿欣。阿欣是个才华出众的老挝女孩，婚后在安徽芜湖农村生活。老挝泼水节前夕，他们俩回老挝万象娘家探亲，用镜头记录老挝娘家的生活。视频内容风趣又搞笑，不像有些娶老挝媳妇的博主，视频呈现的内容都是老挝贫瘠落后的景象，或者是扶贫老挝娘家。然而阿乐用另一种角度拍摄记录老挝中产阶层家庭的生活，让大家伙从另一个视角了解老挝不同民众的生活。阿欣的家庭条件好，父母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，从来不向女儿女婿索取。相反，丈母娘处处为中国女婿着想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不愿花中国女婿钱的老挝丈母娘。在镜头前朴实无华的老丈人，没曾想他曾留学泰国，攻读建筑工程博士毕业。阿欣从小受父亲的熏陶与影响，他画风新颖，动手能力极强。转眼间来老挝娘家探亲有些日子，他们准备启程回国。当阿欣告诉父母准备和阿乐回中国时，丈母娘脸上露出凝重的神情，舍不得女儿女婿回中国。老丈人沉思片刻，想和女儿女婿一起去中国看看，费用自己出，不给女儿女婿压力。丈母娘想去看看，了解女儿生活的地方，想去见见女儿的公公婆婆。听阿欣说他们对她很好，想去看看亲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今天一起看看中老夫妻阿乐和阿欣带着父母自驾去中国的各种趣事。阿乐得知老丈人丈母娘想来中国，高兴地让老丈人丈母娘看看女儿在中国生活的地方。父母想去中国，阿欣洋溢着喜悦的笑容，笑着说：回安徽搬竹子，累坏了，我也开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俩忙于给老丈人和丈母娘办理护照和申请中国签证。阿欣带着父母来到出入境中心办理护照，护照顺利地办理完成。阿欣给父母整理中国签证材料。不久之后，老丈人丈母娘领到护照，他们着手办理前来中国的签证。为了能早点前往中国女儿家探亲，没曾想老丈人丈母娘凌晨4点来到中国使馆门口排队。当阿乐早上起来赶到使馆的时候，使馆门口人头攒动，早已排起了长龙般的队伍。很快，老丈人丈母娘顺利通过面试。当老丈人丈母娘领到中国签证那一刻，激动不已。丈母娘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亲朋好友。阿欣问母亲到中国想去哪儿玩，丈母娘沉思片刻说：中国地大物博，想去看看大海，还有就是看中国的寺庙。随后说道：去哪里玩不重要，只想去看看女儿在中国生活的地方。老丈人笑着说：不用带她去任何地方玩，有亲家陪她喝酒就行。启程来中国之前，阿欣和丈母娘在家里后院冒雨采摘东南亚热带水果。家里的后院果树众多，丈母娘准备带到中国给亲戚们品尝。他们叫来邻居，爬上椰子树采摘椰子，黄皮椰子酸甜爽口。出发前夜，丈母娘老丈人激动得一夜辗转未眠，一大早起来整理行李。老丈人检修车辆，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。让阿乐哭笑不得的是，丈母娘准备好锅碗瓢盆放进车后备箱里面，就连老挝糯米都带上。阿乐有点疑惑，阿欣赶忙笑着解释说，原来丈母娘担心路途遥远，路上没饭吃，准备在路途中做饭。一家人满怀喜悦地踏上前往中国之行。在老挝境内，万象到琅勃拉邦全程200多公里，道路崎岖又泥泞。老丈人丈母娘坐在车上神情忧虑，担心汽车抛锚在路上。当驾驶到土匪山顶，映入眼帘的是云雾缭绕的景色，所有的疲惫和忧虑都烟消云散。他们沉浸在山巅壮丽的景色之中，感受一览众山小。这条路太折腾人了，一路颠簸开了一整天。当夜色降临，才抵达琅勃拉邦。在琅勃拉邦休整了一晚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继续驱车前往中国。然而他们迎来了更艰难的路程，一路状况不断，道路坑洼之多，汽车底盘的摩擦声接连不断。途中经常遇见抛锚的汽车，他们艰难的行驶太折腾人了。老丈人和丈母娘走下车，引导阿乐驾驶通过深坑路面。在漆黑的夜里涉水而行，老丈人一脚踩到深坑中，
在黑夜中看着二老年迈的背影行走在泥泞坑洼的路上，阿乐心情崩溃到极点。万象到摩顶口岸全长500多公里，他们经历3天的跋山涉水、艰难行驶，终于抵达边境摩顶口岸。老丈人丈母娘激动地来到中老边境界碑前合影留念。他们顺利地通关进入中国境内。然而他们在老挝带来的水果未能清关通过，丈母娘有点失落。当汽车奔驰在中国境内宽阔平稳的高速公路上，老丈人丈母娘惊叹不已。当他们抵达昆明时，被眼前灯火璀璨的城市、夜色、都市繁华景象震撼到叹为观止。当他们入住公寓民宿时，阿星真是个活宝，用善意的谎言告诉父母这就是他们中国的家。老丈人丈母娘还真信了，对女儿女婿的家特别满意。老丈人视频告诉老挝朋友，炫耀地说这就是他女儿中国的家。阿乐看在眼里，可把他急坏了，语言不通，没法和老丈人解释。阿星笑着说没关系的，让他们高兴一下。他们在昆明游玩2天后，准备启程回安徽。丈母娘不解地说道，在这里住了2天，喜欢上昆明这座城市，却告诉我这不是你们的家。阿星调皮地躲到阿乐身后。阿乐带着丈母娘老丈人一路前行。当驶入云南和贵州交界的北盘江大桥时，老丈人被雄伟壮观的大桥所震撼，感叹地说，中国基建是世界顶尖的。当他们驶入湖北境内服务区休息时，老丈人问阿乐中国土地面积到底有多大，开了几天的车还没到你家。阿星解释道，中国面积相当于几十个老挝。阿乐安慰老丈人，很快就到安徽了。他们风雨兼程，长途跋涉，穿越千山万水，终于到达阿乐的安徽芜湖老家。阿乐父母等候在门口，迎接老挝亲家的到来。亲家们其乐融融地围在一起，倍感亲切。即使彼此间语言不通，也阻碍不了他们情感的交流。随后的几天，阿乐家亲戚闻讯赶来，轮番宴请老丈人丈母娘，为来自老挝的亲家接风。亲戚们热情好客，丈母娘第一次做客安徽农村，被18道菜的宴席震撼到了。老丈人和亲戚们把酒言欢，一醉方休，感受中国农村淳朴好客的热情。他们回到安徽芜湖，正是采收桂花的季节，夫妻俩开始忙于收购桂花。二老陪着女儿女婿穿梭在村落之间，丈母娘眼里有活，什么活都忙着干，挑选桂花，装车上货没闲着，和乡亲们打成一片。即使语言不通，也阻碍不了交流。阿星真的太能干了，忙里忙外过磅装货，片刻不停歇的在忙活。老丈人丈母娘看着女儿忙碌的身影，了解女儿在中国农村所做的工作。老丈人欣慰地说道，女儿真的很能干。阿乐和阿星忙于收桂花，没时间带他们去村里转。趁着空闲之余，阿乐带着老丈人丈母娘来到村里走走逛逛，让二老了解女儿生活的地方。阿乐家四面环山，山清水秀，美丽的乡村和村里现代化的公共设施震撼到老丈人丈母娘。没曾想中国农村竟然如此现代舒适，这里的农村环境优美，适合宜居。老丈人感慨地说，我女儿嫁了个好地方。桂花说完之后，在浙江的粉丝冯哥邀请老丈人丈母娘去杭州玩，盛情难却。于是阿乐带着老丈人丈母娘前往杭州。冯哥很有心，给他们安排了入住酒店，给老丈人丈母娘准备了礼物。知道丈母娘信佛，老丈人爱书画艺术，于是送给他们一对佛玉坠和山水玉坠。丈母娘有点受宠若惊，不知所措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西湖，楼外楼是杭州西湖最具代表性的餐厅。冯哥尽足地主之谊，在楼外楼设宴招待他们到来，让老丈人丈母娘尽享中国人间美味，品尝各种杭帮名菜，喝龙井名茶。宴后，他们来到西湖游玩，西湖美景如诗如画，令人熏陶，真乃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西湖不仅风光旖旎，且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老丈人陶醉在名胜古迹、历史风景中。
第3天，心细的冯哥为了实现丈母娘来中国看寺庙的夙愿，于是一早来到灵隐寺排队购票。走进灵隐寺，香火鼎盛，人山人海，震惊到丈母娘。没曾想中国也有这么大的寺庙，原来中国和老挝还有文化相通的地方。更让老丈人和丈母娘为之震撼的是，冯哥带他们来到钱江新城看灯光秀。当夜幕降临，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化都市，灯火璀璨的夜色随着音乐节奏响起，高楼林立的大厦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点亮，科技感十足的视觉盛宴让老丈人丈母娘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不已。为了实现丈母娘看大海的愿望，冯哥带他们前往舟山群岛。当他们抵达舟山入住酒店时，被建在大海悬崖之上的酒店又一次震撼到了。酒店环境优美，还有游泳池，面朝大海看海上日出日落。入住时才得知这个酒店是冯哥的，阿乐感激冯哥用心安排，让丈母娘实现看海的梦想。丈母娘一行人来到海滩上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丈母娘竟然拿着海水往嘴里舔，尝试一下海水是不是咸的。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大海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冯哥带着他们游玩舟山群岛，品尝各种美味海鲜。几天的相处下来，他们建立了纯粹而深厚的友情。然而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离别之时彼此不舍。老丈人感激冯哥的盛情招待，并邀请冯哥到老挝万象来旅游。冯哥欣然接受他们的邀请，并对老丈人说：“这次邀请你们出来走走，只是想让你们在中国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。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在冯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。告别冯哥，他们一家人开车前往上海，让老丈人丈母娘感受世界魔都的魅力。阿乐带着他们坐地铁到陆家嘴，走进地铁站，看见地底下飞驰而行的列车，丈母娘显得不知所措。他们走进地铁车厢，老丈人兴奋不已，拿出手机拍视频分享给老挝的亲朋好友，夸赞中国地铁速度快而稳。丈母娘看着宽敞明亮、一眼望不见头的车厢，被惊叹到了。当他们走出地铁站时，映入眼帘的是高楼林立的景象。那一瞬间，老丈人丈母娘以为出现了幻觉，他们看见世界之巅的3件套，被震撼到了。阿乐来之前已经订好了金茂大厦门票，然而丈母娘老丈人看着穿入云霄的高楼，吓得腿软，不敢上去。丈母娘调侃地说道：“要是上去会把我吓出尿来。”阿乐照顾到丈母娘的感受，只能放弃。他们来到南京路步行街，让老丈人丈母娘感受都市繁华。当夜幕降临，他们站在上海外滩，被繁华夜色震撼到了。老丈人感慨地说：“中国发展速度别人难以超越。”上海之行让老丈人丈母娘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繁荣富强。结束上海之行，回到阿乐的家乡，丈母娘在家中闲不下来，跟着女儿女婿去收竹子。丈母娘到哪儿都闲不住，眼里有活。回到场地帮工人一起绑竹子，阿乐叫丈母娘回家休息，丈母娘听不进去，执意要跟女儿女婿一起干活。阿乐问丈母娘累不累，丈母娘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回到了老挝再好好休息。”忙完一天的辛苦活，丈母娘对着阿乐说：“你们每天都这样干活，很辛苦，妈妈很心疼你们。”第二天，老丈人也来干活。丈母娘告诉老丈人，女儿女婿干活很辛苦，老丈人不信，非要来自己体验一下。刚开始的时候不觉得累，老丈人很享受这样的过程，搬了几车竹子下来，开始觉得累了。阿乐叫他们回家休息，二老坚持要陪女儿女婿一起干活。老丈人愧疚地说道：“今天和你们一起干活，亲身体验，你们真的很辛苦，我现在有点愧疚。”老丈人丈母娘在安徽芜湖农村享受那悠然自得的幸福时光。老丈人看见厨房水泥地面有点旧，于是想买点地平漆回来翻新一下，改善一下女儿家的生活环境。阿乐在老挝付出了很多，老丈人也想回报一下他们。丈母娘拿出钱来给阿新，叫阿新去镇上买地平漆和材料。看着母亲手中拿的是一叠人民币，阿新惊讶地问：“哪儿换来的钱？”
丈母娘笑着告诉女儿：“我在摩丁口岸的时候，趁着你们没注意，我去兑换的。”地平漆和材料买回来之后，老丈人父女俩一起改造厨房地面和墙壁。刷完地平漆后，效果的确不一样了，厨房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看着干净整洁多了。老丈人想着为女儿女婿家留下什么，回到老窝后让女儿女婿有个念想，于是叫阿新在网上购买绘画材料回来。老丈人独自待在房间里构思。第二天一早，阿乐醒来，发现老丈人正站在厨房墙壁前，全神贯注地挥洒着画笔，沉浸在艺术的创作中。老丈人画风细腻，格调很高，绘画出中老艺术融合的独立风格，具有徽派建筑形态特征，冒写家山，借景抒情。老丈人以仔细的观察能力，能够把新安画派的国画作品转换为水粉画，足以证明老丈人过人的绘画功底。阿新从小受父亲的熏陶，画风细腻，帮父亲一同绘画，父女俩可谓天作之合。在绘画的过程中，老丈人说道：“我越画越喜欢中国的山水画了，有一种气壮山河的感觉。”老丈人以独特的艺术形式，在女儿女婿家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这段跨越千里的寻亲之旅，让我们见证了爱情最纯粹的模样。在这场跨国姻缘中，阿乐与阿新不仅连接了两个原本陌生的家庭，更搭建起一座终老友谊的桥梁。这份情感早已超越了语言的障碍与国界的藩篱，它证明了真诚与善良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。正如阿新父母所展现的那样，每个国家都有朴实、可爱且深明大义的人，他们用最无私的爱关怀着远在异乡的子女，也用最包容的心拥抱着中国的繁荣与热情。愿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能够岁岁年年长久相伴。在这片包容开放的土地上，愿每一对跨国夫妻都能像他们一样，在平凡的烟火气中寻得专属的甜蜜与幸福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论肤色与国籍，都能在相互扶持中建立起温馨的港湾。让我们共同祝愿每一位嫁入中国的外国友人都能被温柔以待，在第二故乡收获满满的归属感，书写更多美满和谐的幸福篇章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南风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南风希望得到你的订阅，帮我突破1000的关卡，非常感谢，我们下期见。